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戴伟山发言人、张吉凯委员、陈凤馨小姐、赖世宝委员、王玉明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好，那么中美会谈啊，川普说呢，经贸的全面会重启这样的会谈了哈，那是这个今天的报纸表示。最新的结果我们出来，就最新为止出来，等一下跟各位讲哈。我们先看之前的新闻哈。那双方都说取得重大进展，哦，大陆的代表副总理何立峰也说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也说呢，双方的分歧没有想象中的大哦，就是你想要谈成呢就没有分歧了，你不想谈成的话，分歧大的不得了啊，本就看你到底心态是怎样哈。那另外呢，这个他们会公布这个成果哦，那刚刚已经公布了哈。那大陆的副商务部长李成刚说呢，好饭不怕晚哦，照顾了彼此的关切和利益了哈。好饭还是怕晚，饿死的话呢，好饭再好的饭也没用了哈。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了，好汉当然最好。这是我最饿的时候，热腾腾端出来最好嘛哈。不过他意思就是说了哈，结果还不错的意思，就暗示这样哈。那之前呢，白宫的经济顾问说。川普对大陆必须要强硬，哦，不一定要跟中国达成协议。就美国哈，其实长久以来都有两派了哈，一派呢主张跟中国呢要冲突 （confrontation）， 一方面呢说要这个沟通 （engagement）， 一直是有这种争议的。只是最近几年呢，这个要冲突的声音比较大啊。那另外呢，这个新华社还发表了一个署名文章，在谈话以后哈，说美国需要珍惜中国的善意。哦，说呢，不管从增长看，从就业看，从物价看，哦，从国际的收支看，我们哪有怕你呢？对不对？我们对跟你谈，愿意跟你谈，愿意让步，就是善意啊！你要珍惜啊，你不要得寸进尺啊！哦，那另外呢，是大陆的专家开始讲说，真的能够成功，要等到美国发生危机的时候，哦，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外汇存底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的美金的外汇存底了。另外呢，它的这个美债也有8000亿美元的美债哦，所以我们随时呢要从关税战争变成金融战争都有可能的哦。那另外呢，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白宫说这个礼拜要陆续发表24项贸易协议，跟不同的国家以英美为蓝图。当时我觉得英国跟美国他达成什么协议？川普打了电话给英国首相，哦。美国对英国一年的顺差100多亿美金呢，美国赚英国100多亿美金呢，赚人家100多亿美金，还抽人家10%的关税，那是美国被赚的呢。这些国家一定想说，哎，我赚他钱，我都要扣他10%的关税，那你们赚我的钱，你们不要扣更多吗？我根本认为英国跟美国哈，他们是在唱双簧，事先搞不好私下有什么暗盘。英国还答应买美国10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还要另外再加买1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哦，然后呢，英国还取消2%的对这种电子啊什么什么这些的这个税哦等等哦，所以英国让步很多啊，而且他被美国赚100多亿美金，他也让步哦。但是呢，日本不是这一套，日本说我要争取零关税，大家本来以为日本很听话的，结果石破茂这次呢很强硬，什么是10%？英国是10%，我才不要10%，我要0%。而且不应该对我们的汽车乱这个收税哦，说呢这个0%为这个目标，而且呢汽车关税，因为美国 Toyota 什么尼桑啊，什么 Honda 了什么，卖美国的车很多啊，要跟我收什么税哦？那所以呢，日本呢说我没有必要跟美国赶快达成协议，没有关系，慢慢谈都没关系，我也不在乎哦。我刚查了一下，日本大概对美国一年的顺差大概是700亿美金了。哦，跟我们差不多。我们我们多一点点739。但是我们对日本的逆差是2000亿美金的。我们从美国从什么大陆赚的钱，通通给日本还不够哦。好吧，这个他们本来是说了啊，最坏就是贸易中断嘛。哦，那现在看起来啊，并没有中断。我们先看看他们美中怎么谈的情况啊。第一天上午还说谈破了，谈破裂了，后来发觉因为双方去吃饭，并不是谈破裂了。我们看一下。现场守候2天，美国财政部长露脸宣布，终于是谈成了。Happy to report that we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a very important trade talk. 对中国大陆重课关税又遭到报复措施后，美中首度高层贸易磋商在瑞士日内瓦闭门2天，美方代表态度相当正面。So we're confident that the deal we struck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will help us to work toward resolving that national emergency.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quickly we were able to come to agreement, which reflects that perhaps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o large. 但究竟双方谈了什么？ I think China very much views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a broader conversation, not just on tariffs, but as well as trade between these two economic giants. 这2天内容保密到家。 This statement will likely answer some of these lingering questions, such as the timeline for these future discussions. Will these very high tariffs that have locked both the U.S. and China out of each other's economies, will they remain in place? 尽管贸易紧绷稍稍降温，但日前互克关税刀刀见骨，重塑国与国的贸易形态。美中没明说具体让步，不少专家就分析，未来谈判之路恐怕还很漫长。好，那么最新的消息呢是说他们宣布了，美国宣布的，对中国的关税呢从145%降到30%。其实145%是不合理，那等于是贸易中断了。谁给你加145%？成本100块，加了关税变245块，要卖多少钱呢？那川普之前还喊话说，我认为降到80%是合理的。那事先就有人讲只要降都是好事啦。其实只要做下来都是好事情啦。因为做下来表示至少大家愿意做，怕的是连做都不做下来嘛。就没想到一下呢，从145降到30，算降的蛮多的。那中国呢？对美国的关税呢，从125%降到10%，所以中国一下也降到非常多，降到10%。本来这种事情就这样，你中国一年赚人家将近2000亿美金呢，你自己想，2900，对不对？以前还3、4千亿，现在已经降到2900亿，将近3000亿，已经其实它已经降，但是赚很多嘛，你赚这么多，所以他现在说降到10%，那大陆呢说这次改了鸽派去谈，我们看一下。陆方代表团会后召开记者会，用坦诚、深入、建设性3个形容词描述双方会谈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经贸磋商机制，明确双方牵头人就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开展进一步的磋商。美方同事专业勤勉，也令人印象深刻。一改先前的剑拔弩张，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还大赞美方代表很专业。何立峰强调，这次的会谈不是终点，接下来中美还会进一步磋商，敲定多项细节。双方以2国元首共识为指引，从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大局出发，认真听取彼此的关注，充分考虑各自的国情。大陆官方4月中旬突然撤换前任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由前 WTO 代表李成钢接棒。当时外界便揣测，陆方有意以温和派的新面孔打破中美谈判僵局。李成钢重申，这次中美是平等对话协商，也为对话奠定了基础。来，凤馨。其实很多的媒体在第一天中午的时候说谈崩了，可是我后来在观察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曾经担任过这种就是谈判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守候的这些记者，我的经验反而会觉得说，恐怕第一时间那么就很惊讶对方原来让步这么多啊。那所以中午不在一起吃饭，他反而是给了双方一次很好的机会，回到各自的这个场所，然后接着会紧急的向后通报，并且重新作业，然后呢提出更新的一些谈判。那第一天谈了10个小时，接着说呢第2天要继续谈判，而第2天呢，我现在不确定是谈了几个小时，但是呢时间也非常的长，一直到今天台北时间的凌晨5、6点的时候，双方说有实质性的进展。其实那个时间点你就可以确定，其实双方的进展非常的多。所以我今天早上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说应该是回到4月2号对等关税前。好，那现在看起来的情况就是4月2号之后，全球普遍10%豁免这个90天这件事情对中国大陆也是一体适用的。
但是呢，在4月2号之前，美国对中国大陆有芬太尼关税，就是针对呢，就是芬太尼的事情，对中国大陆2次各加征10%，所以连同那2次10%、10%，再加上这个全球共同适用的对等关税10%，所以说呢，对中国大陆是30%。那么，其实中国大陆对美国在4月2号之前的芬太尼反击，它其实是针对部分的品项，那么这里面有针对性的品项，然后也是对等的，从20%到25%的加征关税，然后呢，接着呢，你科我对等关税10%，我也加征你10%，所以一切回到4月2号之前，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是重要的影响。我刚刚这个，因为我们在录影之前1分钟，然后看到了这一个结果，那在这个1分钟之内哦。因为我在上台就是来这边录影之前，我才看了美国的期货盘前期货盘，那个时候呢，道琼呢涨了不到1个百分点，现在已经涨了2.23%。纳斯达克那时候涨幅呢只有1点多个百分点，现在涨了3.5%，这是期货盘了哈。那是下午3点钟的这个期货盘。那我想凸显出来一件事情，就是当然双方经济上面因为这一种近乎冰冻的一种情况，双方都有损失。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美国现在呢，对于川普来说，他有极大的压力，他有几层压力。第一层压力是他货架快空了。这个货架快空了，它的影响就是连自己的共和党的支持者都会受到影响。第二个部分呢，是因为呢这些港口啊开始呢就很多的这个船只没办法到货之后呢，其实失业潮正在刚开始，因为包括了码头工人跟卡车工人，这个对于加州跟纽约啊，其实就东西两岸的港口影响非常大。第三个部分，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川普2.0，我觉得川普不在乎股市，但最近我觉得他受不了压力了，他越来越重视股市，他又回到了1.0。本来在2.0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被鲁特尼克啦、贝森特啦、米伦啊这些人说服说，哎呀，短痛啊才能够换取美国的长期的繁荣，所以不要关心股市啊，只要把债券市场顾好就好。但我觉得他现在也受不了了，要去关注股市，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可是我觉得我们要观察一件事情啊，因为最近啊，欧洲几个重要的退休金基金，包括了芬兰，包括了丹麦，还有澳洲一些大型的退休基金，这些都是长期的资金正在卖出美国资产。而亚洲有一些超级富豪的家族办公室，能够成立家族办公室来代操这些整个资产的，那都是极大的富豪。那么他们呢，也正在卖出美国。所以这种卖出美国，不管是卖股市或者卖债券市场，那么这些对于美国来说，其实它都有长期的流动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么再观察吧。日本之所以决定不要6月底之前谈成，要拖到7月底，除了有他自己内部的参议院选举，我认为日本也看准了美国无法承受压力。就是说这样看了哈，就是说大陆对美国是顺差最大的国家了，哦，一年将近3000亿，这个3900多亿，3000多亿美金嘛哈。那如果说大陆最大的顺差，他现在收30%。那英国呢是这个美国对英国有顺差国家收10%，所以大概其他的国家一般大概就在10%到30%中间。我觉得不可能比30%高了。你对大陆只收30%，你其他比收30%还高，那其他国家不会抗议吗？说什么他赚你那么多钱，你才收到30%？那英国是被美国赚了，还收了10%，所以我判断大概在10%到30%之间，中间就看你怎么谈判。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这是新华网发布的消息，反正就是说呢，原来的90天，这个他们有好几个命令的，美国啦，24%在90天里面暂停实施，所以加剩余的10%，再加上原来芬太尼的20%，所以变成30%，是这样来的。我刚开始看半天看不懂，那为什么搞到140%呢？这个是取消这个4月9号4月8号的行政命令。就没有了，是川普说我给你加到145就没有了，所以呢，为什么说加30%？那中国大陆对美国呢也是
哦，这个10%，再加上呢，就是10%，只有10%了啊。因为美国这还有芬太尼的20%了哈。但是美国说他已经派了很多人给中国大陆指导，怎么样来这个抑制芬太尼啊？他们抓毒品他们有经验嘛，该这样抓，那样抓，那样抓，所以他们有去指导了哈。来，施宝生怎么看？那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美国对大陆来讲的话，就变成说从145降为30%，大陆从125降为10%，对全球都是好消息啊。因为日本的石破茂为什么说不急着谈判结果，就等着看你这2只大象，这2只大象咬来咬去，哇，你这涨到100多，我也涨到100多，还涨到200多嘞，就看你们到底弄的结果是什么，你的 final 是什么，我再出招嘛。大家大概都这样子一个心理哦。现在看起来舌头当喽。这个16档非常重要，你说145，那几乎就脱钩了嘛？有多少人讲说啊，从此中美就是脱钩了，没有了，没有贸易了，没有贸易可谈了。可是你注意看到哦，美国所有的几乎到价值上，商品的价值上，几乎快要没有中国的东西哦。美国人没看你呀。那反过来说，如果在大陆市场里面没有美国的东西，中国人也看你呀。这个差在这里，差别在这里。我给各位一个数字哈，中国大陆销到全世界17%销到美国，美国销到全世界8%销到中国。那你就觉得很奇怪，那照理讲，这个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应该比较高啊。可是中国大陆从上一次这个川普1.0的时候开始谈关税1.0，开始就来做准备了，来。你们这个农业州，川普的红州，你的票源、票仓生产这个大豆啦，其他的东西啦，是不是？奶品啦，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有取代国家了。阿根廷也好，巴西也好，从2018年开始几年来，都已经陆续在准备，陆续在取代。所以，当你这样一来的话，他马上变通，不要给，你不要买我，不是你扣我这个，我不要，我不买你的，我买其他的国家，马上很快就接上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对美国人来讲的话，中国的商品东西实在便宜啊 ，quality 品质来讲，嘛美国瓦败还可以嘛美瓦败，比起东南亚其他国家好像还好一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发现到这个美国现在通货膨胀，那个什么，这个摇摇欲试啊，就马上快要一副要涨东西啊，最主要是架势上都快没有东西的，美国人很慌，美国人是很爱消费的民族啊，所以这个里面来看的话，那大家觉得很奇怪哦，那整个全世界美国的消费市场这么大，因为你们刚才提到嘛，一年。美国进口进来就有3兆美金，所以他扣了10%，他就赚了，就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你看起来川普这样子奇奇怪怪、颠倒倒市啦，什么翻身覆世，对啊，川普他说可以吹牛，10%我也收入3000亿啊，3000亿美金很厉害了。如果你再谈结果谈的话，我相信很多国家大概就10%，你刚刚提到的10%到30%，如果是20%，那如果平均都是20%，那就6000亿美金了，马上解决它，再就解决一大半了。所以先吓你们说100%，大家都吓得要死，然后现在20%，啊，大家感恩戴德，说哎呀少了好多，少了80%。川普谈判他厉害就在这一点嘛。所以他毕竟是挖腾毕业的嘛，这个宾大房地产，他是厉害，他房地产在金融部分是很厉害的了。他破产了4次还能够翻身，他有他的一套了。不过当然搞得全世界大乱哈，他的信用也没有。现在川普讲话，大家也不太相信他了，是啊，可是都给他打折嘛。问题今天最大的消息就是中美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世界大概这个时候稍微可以放心一点点。对，他是90天了，但90天以后怎么样不知道了哈。90天到增还是涨，但至少大家先喘息一下嘛。来，玉敏。我觉得川普他大概从这一次的整个谈判当中，他应该也学到一课。大家如果回想哈，在4月初的时候，川普他所有的语气跟坚定，跟他还鼓励美国民众我们要挺过去，我们就坚持到底就对了。
跟各国宣布那么高的关税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的川普他可能某种程度的自信，以为说全世界都掌握在我手里，只要我挺得过，我坚持，然后我鹰派，然后这个开到底，所有的人都会臣服于美国的这样子。但是呢，整个事情的发展后来就发现不对了，因为他这样子打下去之后呢，事实上美国的人民第一个受伤，美国的股市也受伤，美国民众也受伤。然后你看他中间一度他想要利用这个美国要求这个鲍尔降息，他那时候强硬到说你鲍尔不降息吗？我要把你换掉，就是他那时候是非常强硬的姿态。但是后来真的所有各方面的讯息跟资讯跟其他国家坚定的态度跟联合起来，就是跟美国就是去 argue， 我觉得这个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你可以看到欧盟也没有轻易退让，日本也没有轻易退让，中国大陆也没有轻易退让，所以这个让美国，我觉得他最后会迂衡整个局势，他会发现说，好像没有办法，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好像大家没有配合我步调走，所以逼的现在他必须跟中国大陆彼此要坐下来，就是有一定的妥协跟让步。那当然，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声明，我觉得有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除了凤馨比较厉害，就是有预测到双方居然会那么的乐观，那表示一定会有一个豁免期，而且降税税率一定很大。因为一般有一些专家学者的预测还是说啊，大概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了，好，大概就是一些原则性的。就是先降低你们的期望。对，谈判都要这样子，先说哎呀不会有什么结果啦。有一点结果，就觉得不错。真的，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那个股市什么，大家都被激烈。我想这个明天大概就是整个全球股市大家都会上涨。今天危机没有解除了。今天其实已经受到激励了啦。对，台股一开盘就涨那么多，美股盘后就道琼涨了快600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还不知道内容哦，只说双方觉得成果不错就涨了。真的，所以美中两大强权，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影响全世界，就是说他们的一举一动，真的大家都深受他们的影响。而且川普很厉害了，他都是跟你讲，你不要管过程，你管结果就好嘛。真的，过程不重要啊，结果才重要啊。他转弯转蛮快的。其实这个状况当然今天美中能够谈到这样结果，一方面呢，又达到一个惊奇的效果。但是二方面呢，也说明是说，虽然它还不是最后的决定，好像又还有个90天什么，可是我们常常在讲啊，两军对峙的时候都是什么一而再，再而衰嘛，三而竭嘛，所以呢，你前面正式拉高成这样，然后你突然降这么多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说后面也没什么了。如果说90天还谈不出具体的，还有一些细微什么的，它顶多就再演嘛，所以基本上大概可以认为说这个架构呢不会改变。那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川普呢，就像刚才玉明讲的原先呢态度那么强硬的时候，测试各国，当时很多的讨论都是贵与不贵之间啊，你要先去贵吗？你越南你先去贵有好处吗？就越南后来马上发现没什么好处，也撤回，然后唯一一直在贵的，而且是先贵啊，他都还没有提出来什么样想法呢？台湾就先贵呢，就是剩下台湾。可是这次发现，就是说贵与不贵之间呢，不贵的都赢嘛。不贵的都赢，因为这次能够那么顺利，说真的，美国让步很大啊。美国等于他的鹰派瓦解了啊。美国自己当时川普在那边讲骂中国讲得那么难听，然后呢哪一天又给他增加从34到84，然后84到145，我们这几天大家在看数字都不知道需要怎么回应，因为没有意义了。可是这个事情呢，证明了你对付川普。简单讲啦，我觉得给全世界上一课啦。你对付川普，你就是要来硬的嘛。大家都去称赞说川普的交易艺术什么的，可是他也给人家看到他的弱点啊，他的软肋啊，他的软肋就是说，你跟他强硬对抗下去，你说我们大家都来比吃苦，中国大陆跟他讲说，我们的人民比你能吃苦，我们不怕，我们不贵，那我们不贵，你美国就要贵了嘛，因为。川普的纸老虎的这个问题呢，在这一次来说是充分显现。那当然，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如果一个比较成熟的、比较合理的，就算你想改变国际秩序啊，就算你希望维护美国利益，可是呢，你也可以采取一点
缓步的、比较理性的、比较大人的做法，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好像小孩子吵架很儿戏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政府啊，感觉上呢不是很可靠。然后呢，想事情呢，并没有想很透彻，然后做很多事情啊，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个形象呢，对大家来讲，真的，川普这100天非常深入人心。休息一下再回来。